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松浩，欢迎收看本期由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周报解读的黄金市场深度分析。这份周报生产于2025年6月30号，本周的重磅信号来自一项技术面的突破。尽管美元指数连续走弱，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按理说应该对黄金形成支持，但金价却反向跌破了55日中期移动均线。这一关键技术位的失守，通常预示着市场情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可能进入更为持久的调整或者震荡期。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在第6页的图表当中所展示的分析，这一现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结合过去10多年数据趋势做出的系统性的分析。作为全球最权威的黄金市场研究机构之一，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不仅基于彭博终端的数据，还整合了 GRAM 黄金归因模型、 COMEX 持仓、 ETF 流向以及技术指标，具备极强的专业洞察力和前瞻力。每一次支撑或者阻力的突破，若能获得确认，往往就意味着市场结构的实际性的改变。也正因如此，我们将本周非农就业数据和美联储政策动向视为黄金行情的关键分水岭。若数据意外走弱，可能加速金价寻底的过程。反之，若市场对宽松预期升温，则有望成为技术修复的契机。接下来我们就以世界黄金协会的研究为基础，全面梳理本周黄金市场的宏观背景、数据逻辑、技术走势，帮助大家理清趋势，把握黄金的节奏。从全球的宏观层面看，世界黄金协会在第4到第5页对主要经济体的最新动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美国方面，数据显示经济动能正在减弱，5月 PCI 核心通胀超出预期，上升至 0.2%， 但个人支出与收入双双意外下滑，显示出消费者信心承压。同时，第一季度的 GDP 被大幅下修为负 0.5%， 为2022年以来首次季度萎缩，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放缓的迹象。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虽然在多边贸易谈判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加拿大的对话却中断了，凸显全球贸易环境依然不稳定。欧洲方面，欧元区6月综合 PMI 停滞在 50.2， 反映出服务业停滞、制造业持续疲弱的现状。英国略有改善，但制造业已经连续9个月下滑。亚洲经济表现则更具韧性，日本 PMI 创4个月新高，东京核心通胀也有所缓解，而印度3月经常账盈余占 GDP 来到 1.3%， 创15年来的新高，得益于强劲的侨汇与服务的出口。这一系列的数据不仅揭示出主要经济体间恢复的节奏不一致，也加剧了市场对政策路径分化的预期。正如世界黄金协会指出，这种宏观环境为黄金提供了复杂的多维背景，既存在避险需求的支撑，又面临政策不确定性的扰动。黄金上周遭遇显著的调整，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第3页和第11页的整合数据， LBMA 黄金定价报于3272美元，周跌幅高达 2.9%， 为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GRAM 模型的归因分析指出，市场风险溢价下降 2.3%， 是压制金价的核心因素，这主要归功于中东地区地缘局势的缓和，以及中美贸易对话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使得此前避险资金流动出现了退潮。然而 ETF 资金流向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分化，
尽管短期投机者在期权市场大幅撤出多头的部位，但欧洲地区的黄金 ETF 却持续获得净流入。第19页的图表显示，截至上周年初以来 ETF 持仓净增仍然维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说明中长期机构投资者对黄金仍然具备战略配置的信心。此外，第10页的数据显示， COMEX 总净多仓达586吨，较上周略有下降，反映出短期情绪的谨慎转变。总的来看，当前黄金市场面临的流动性紧张加上情绪不明的双重夹击，技术面与基本面同步转弱，值得投资者提高警惕。从技术图表来看，第6页的 K 线结构以及支撑阻力评级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判断依据。黄金在4月底出现了历史性的超买，当时的价格高出40周均线达到 25%， 此后逐步进入横向盘整，如今已经正式跌破了55日中期的均线，形成了周线收盘确认。世界黄金协会指出，这种破位下行在过去数据中常常预示着一段延续性修正的行情，而非短暂的回调。接下来第一道技术支撑位在3246美元，若失守将下探3132到3121美元的这个区间，这一对应前期涨势是 38.2% 的斐波那契回撤位。而更强的支撑位在3055美元，是2022年9月至今主要涨势的 23.6% 的回撤。另一方面，若黄金想重拾升势，金价需要首先站稳在3350美元上方，并且突破3395美元这一关键的阻力位，否则弱势结构仍然将继续延续。第15页相对强弱指标 RSI 为 55.34%， 尚未进入超卖区，但动能指标已经由强转弱。世界黄金协会总结到，尽管长期趋势仍属上行，但短期结构性疲软不容忽视，黄金正处于关键技术决策的节点。本周是美国假期前数据密集发布的一个星期。根据第5页和第16页的数据，美国将公布 ISM 制造业、服务业 PMI 以及重磅的周5非农就业数据。当前市场预期6月新增就业人数将低于5月，特别是教育领域裁员或者拖累整体的数据。若数据走弱，美联储宽松预期将再度升温，可能缓解金价的压力。欧洲方面，周三的欧元区 CPI 是通胀预期的晴雨表，而周5的欧洲央行会议纪要则可能透露出未来的利率路径。当前市场预期9月份降息25个基点是最后一刀，但若贸易摩擦再次升温，进一步宽松也是未可知的。亚洲市场关注的焦点则集中在中国的财新制造业 PMI 和日本摊砍调查，尤其是中国制造业若持续回暖，将对全球通胀与金属需求带来双重的影响。这些宏观变量若同步施压，将强化黄金支撑区域的测试。若出现数据反转，金价也有可能获得修复的机会。因此，本周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观察与布局并行的重要的时点。综上所述，黄金市场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短期技术破位，中期避险情绪回落，而中长期机构资金仍然稳步配置。世界黄金协会在本次报告中多次强调，不应忽略当前的市场的微妙转折点。我们既不能忽视基本面的压制，也不能对技术面的支撑掉以轻心。作为投资者，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小白，还是拥有多年经验的交易者，本周都值得你密切关注美联储就业数据和全球通胀信号的变化。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请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在留言区留下你对下一个黄金支撑位的判断。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